妈妈，我今天肚饿了，你能不能把饭做得快点啊？当然可以了，我今天给你做这4道菜都特别快，几分钟就能上桌。那能在这儿做吗？不行。等你。欢迎回到加盟小厨房，我是老佳，我是老麦。今天呢，咱们带大家逛一逛 Trader Joe's， 做4道特别简单的菜，而且每一道都非常的好吃，每一道大家都要去试一试，一个也都不要错过。这4道菜呢都非常的快，10分钟就可以上桌。开始做吧，耶！甜豆红虾，虾。锅的温度达到180度，我们就可以往里放油了。姜片2个，蒜片，葱花。咱们平时做饭，如果用新鲜的葱姜蒜的话呢，我就建议大家找一个周末把它都准备好，然后放在保鲜袋里面，搁在冰箱冷冻区。其实放在冷藏1个星期也没问题，这样就省事儿了。煸香呢，就是要闻到葱姜蒜的香味儿。嘿，香味儿出来了。咱们就可以放阿根廷红虾。全部搁进去，我这一袋。这个阿根廷红虾在之前的节目里给大家推荐过，非常非常好。首先呢，它确实是产自阿根廷，然后其次呢，它是野生的，所以你看它非常的肥美，非常接近于咱们平时吃的这个小龙虾的口感，非常 Q 弹。半熟的情况，我们把甜豆搁进去，也是1包，全部搁进去。这个甜豆啊，是我的最爱，平时我炒菜呀、吃饭呀，包括煮汤，我都愿意放它。它吃起来是真的有那个甜的味道的，拌沙拉也是特别的合适，你用水一焯，或者微波炉一煨，对，它的维生素含量也非常的高，尤其是像夏天的时候，我们吃点这个血豆对身体也非常的好，所以这2个食材结合在一起非常的棒。咱们炒这个菜呢都是快手菜，2-3分钟就行，尤其是血豆，千万不要盖上盖去焖，一焖它就不脆了，咱们吃的就是它那个脆脆的感觉。对对对。好，现在其实就可以了，我们就可以关火。我觉得这2个食材结合在一起就已经非常的鲜美了，所以我就不想过度调味儿，我就只放 Trader Joe's 的蘑菇粉。这个蘑菇粉是 Trader Joe's 特色调味粉，主要成分呢就是牛肝菌打成的粉，所以特别的鲜。它也没有防腐剂和人工色素，吃起来更放心。它里面本身就有盐，所以咱们放1/4茶匙就足够了。搅拌均匀，就这么简单。原汁原味儿，基本上呢就是这个虾本身的味道。我再尝一口这个甜豆。真脆啊！就这甜豆跟这阿根廷红虾真的非常的搭，特别的清爽的一道菜，也非常适合全家来吃。你要不要让大家看看你的牙怎么了？当，我掉牙了，因为我长大了。那你掉牙的时候开心吗？开心。鸡丝娃娃菜，娃娃。咱们先来处理一下这个鸡腿肉。这个鸡腿肉呢，我也是在Trader Joe's买的这种脱皮去骨，然后它什么抗生素啊、激素啊都没有的。然后我们给它切成介于鸡丝跟鸡片之间，因为这个鸡肉里啊，它有可能有这个沙门氏菌，所以我们尽可能的减少它接触你厨房用具的可能性。所以就是能不洗就不洗，因为你洗了以后，你水槽上也会有。然后你如果洗菜啊、洗水果啊，对，就有可能。鸡肉处理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就来处理一下菊苣。这个是比利时的国菜，在之前的节目里呢，给大家详细的介绍过，它的营养非常丰富，它的营养是真的非常非常丰富啊！它是可以直接凉拌，但是我们也可以拿来煮汤呀、炒菜呀都没问题。它有点苦，对吧？有一丝丝的苦味儿，但是它同时又有一丝丝的甜味儿，所以是一个非常神奇的菜。好，油温已经达到180度了。油温还没放油呢，谢谢。好，锅的温度已经达到快200度了，我们赶紧的吧。这道菜呢，我们多放一点油啊，因为一会儿我们要去划这个鸡丝儿。姜片2个，蒜瓣、葱花。煸出香味之后呢，我们就开始放鸡丝。摊平以后不要动，让它有一点这种铁板煎的那种感觉。
你刚才不是说别拔了？有一面已经煎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就可以扒拉了。扒拉扒拉扒拉崩扒拉。我一猜，什么烂梗？好，下面我要把比利时的菊苣搁进去了。菊苣它本身就能生吃，所以咱们呢要保持它这种脆度跟口感，随便扒拉扒拉就行了。扒拉扒拉扒拉崩。什么鬼？咱们今天的这4个菜呢，在调味上都非常的简单，因为我运用的这个食材自身的味道就已经非常的鲜美了。1/2茶匙的蘑菇粉完事儿了，关火。为什么妈妈管这道菜叫做鸡肉娃娃菜？是因为它是给娃吃的。哈哈哈，因为娃娃特别菜。他说你菜，因为我正在沉迷学习，这个叫笨鸟先飞。咱今天的这4道菜啊，都是特别突出食材本身的这个鲜美的味道。就如果您吃的那个口比较轻，然后比较喜欢吃这种清淡清爽的菜，家里有小孩老人的这种，今天这4道菜就非常的适合你。我刚才尝了一口，咱这个比利时的菊苣和这个鸡肉的味道都特别突出，而且特别的鲜。这个菊苣呢，它本身呢，它是有一点苦味儿，然后吃完以后又有一股回甘，然后它吸足了这个汤汁儿的味道，这个汤汁儿里边又有特别足的这个鸡肉的这个鲜味儿，所以这2个菜就非常好的融合在一起了。再加上咱们这个鸡肉虽然没有经过太多的处理跟加工，但它因为品质特别好，所以它的肉非常的 Q 弹，然后再配上这个脆脆的小菊苣。这道菜我觉得在家常菜里面可以说营养丰富，口感又好，味道鲜美，操作简单，简直就是只有老家才能。培根蛋炒菇，咕咕咕。这道菜呢，咱们先来处理这个香菇。Trader Joe 呢有卖新鲜的香菇的，这个新鲜的香菇啊，就特别的好吃。我以为你说出什么东西来。美式超市它很少有卖这种新鲜香菇的，因为我们在中国超市其实都很难找到。这个蘑菇它有一点像肉，所以吃素食的朋友可能会拿它当肉。理论上来说，咱这蘑菇更像肉。嘿，旁边的肉都出汗了。接下来呢，咱们就处理一下培根。这培根呢，也是 Trader Joe 自有品牌的，我特别推荐，因为它这个肉啊，本身不含什么抗生素啊、激素啊都没有，它用了最简单的方法去处理这个培根，所以相对来讲呢，就健康很多。咱们做的时候呢，就给它切大片儿，它没有太强的这种猪肉的腥臊味儿，它吃起来比较简单一些。嚯，这看上去有点油啊。是啊。这么危险的工作，要不然我来做吧。一会儿试吃的时候我来吃得了。3个鸡蛋我们给它搅拌均匀。我姥姥就告诉我搅100下，我小的时候真的特别听话，就搅100下，就搅泄了。好嘞。其实是你姥姥不识数。锅的温度已经达到180摄氏度以上，我们就可以往里放油了。炒鸡蛋的窍门呢，就是尽量的让它油温高一点。对，油温高了以后，它能炒出那种蓬松感。你看我这鸡蛋炒成这样，这就叫好的炒鸡蛋，它有一种蓬松感。鸡蛋盛出来之后也不用洗锅，就是底下这点小油，培根往里一放，火呢适当拧小一点点，中火，要把培根的油煸出来。哇，这个肯定香啊！我的天哪！那必须的，这个培根是我特别推荐的培根，就这么吃就可以了。培根的油已经煎得差不多了，它表面也有一点焦的感觉了。下面我就往里放蒜、葱，倒炝锅，继续煸炒。香菇搁进去，还有在 Trader Joe's 买的这种切好了的胡萝卜丝。哎呀妈呀，这个胡萝卜丝切好的，我跟你讲，省了我大事儿了。咱们这道菜也是一道特别符合夏天的清凉小炒，你看用到的基本上都是新鲜的时蔬。这个培根的油被这个香菇吸了之后，然后用这个锅一煎，它其实不需要你有什么高超的这种做饭技术，你把这个食材分配合理了，它就会出现一道非常非常让你惊艳，让你们全家都会爱上你的菜。炒的差不多了，我们把鸡蛋搁进去，搅拌均匀。
1/2茶匙的蘑菇粉，其他什么调料都不用放，这样不会夺了这几个食材本身的那种香味。对，这几个食材其实在一起搭配就已经非常鲜美了。如果食材本身特别鲜美，其实不太建议用什么五香粉啊，就是那种特别有侵略性的那种调味，一下就把食材本身的味道全遮住，你吃的全都是佐料。关火，又是一道小棒棒，还挺快。怎么样？肉好吃和鸡蛋，对吧？胡萝卜。每一个食材的口感啊、香气啊特别和谐，就不会觉得说，哎，我吃一个这个又吃了一个，好像好多菜混在一起的感觉，不是，就是它感觉好像它本来就应该长这样。这个绝对是一个特别好的下饭菜。你配个肉，再配个鸡蛋，这样可以吧？嚼，怎么样？开心心，开心开心心，嘿嘿。这道菜冲关，而且土豆泥、鸡肉沙拉，土。首先呢，需要准备的就是这土豆泥，它是完全已经做好了，只不过冷冻起来的，所以咱们只需要做解冻。解冻呢也非常的简单，就是2杯的土豆泥，把盖儿一扣，气阀打开，微波炉4分钟。土豆泥已经煨好了，下面呢我们就处理这个丸子。这个丸子呢是Trader Joe，它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这种额外的调味儿，非常符合我们传统的对丸子的这种认识和味道，用来炒呀、煮汤啊都可以。这丸子是我强推的一款丸子，因为它跟很多食材都百搭，处理它也非常的简单。微波炉4分钟，高火。微波炉里煨着肉丸子，咱们就开始处理土豆泥，已经能闻见这土豆泥的香味儿了。它这事情方便，连水什么都不用，对，什么都不用加，煨好了就直接对，而且它也没有什么味道，就一点点的咸味儿。切好的黄瓜片放进去，这个黄瓜也特别推荐啊，觉得口感特别好，对，口感小黄瓜都比较脆一点。对，然后这个是 Trader Joe's 他们家煮熟的鸡蛋，这个在我节目里已经出现过无数次了。当你来不及去煮鸡蛋的时候，你买它是非常方便的。对，而且都剥好了。对，大大的节约了你的时间。我们放上一个鸡蛋，咔嚓，再来一个，行了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丸子已经煨好了，下面咱们就把它直接倒进去。哎呀，你要是觉得这丸子太大了，没关系，也可以切一切。哎，对，也可以切一下。这道菜其实它适合做什么？早餐呀，带个饭呀。是吧？然后你搁到这个午餐盒里边，它是肉蛋菜奶全有了。有朋友奇怪说这奶是从哪来的？土豆泥里有奶。好，我们还没有调味儿，1/2茶匙的蘑菇粉，鲜味儿也就出来了，搅拌均匀就行了。这是不是1到10分钟的菜？好像不用哎。理论上你可以把土豆泥和肉丸子一起煨。我为了拖延一点时间，拖延时间像话吗？拖延时间，让别人觉得我这道菜做的还蛮郑重其事的。你们不知道，有的时候这菜做的太简单了，他老觉得你糊弄他，你就为了把这时间给拉上去，把调料给他加足了，他就觉得哦，你是在尽心尽力的给我做菜。我帮大家先尝尝味道吧。哇，我不看画面，以为你背过气去了。太好吃了，真的。你说吧，怎么样？我再尝一口，再告诉大家什么味道。太牛了！就这肉和这土豆泥儿搁在一起，已经非常非常搭了。这时候又来了这个脆脆的黄瓜片儿。今天这4道菜呢都非常的成功，调味又非常的简单，每一道菜我都诚心推荐。拜拜。你还有别的招吗？还有吗？